晚间好，欢迎回到鬼影档案馆，我是鬼影，戴上你的耳机，准备迎接梦魇吧。你有没有看过门铃摄影机拍到那个不该出现的人？你曾在梦里陷过一间房子，醒来后却发现那地方真的存在，或是你搭过电梯，却在一层楼抵达了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地方。这是3位 Reddit 用户声称真实经历的故事，他们的共同点只有一个，都后悔自己没有在第一时间逃走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种感觉，你一个人待在房间里，灯开着，电视声音开得很小，气氛刚刚好，但你就是觉得有什么东西不对劲，好像有谁在看你，在监视你，可你明明一个人。这种诡异的感觉，我经历过一次，也只要一次就够了。那时我刚从大学毕业，进了一间小公司做助理，薪水不高，但好歹能独立生活，我也终于能搬出家里自己住了。我找到一间还不错的公寓，在市区边缘，租金很便宜，便宜到让我怀疑是不是太好运。房子是个30几年的老建筑，但里面重新整修过，装潢简单，空气干净。只是客厅有一面墙看起来有些奇怪，墙面刷白的特别厚，好像想把什么盖住一样。当时的房东是个50多岁的男人，态度还算亲切。他带我看房时特别叮嘱一句，客厅那面墙不要钉东西，也最好别靠太重的家具过去，墙体比较老了，容易裂。我点点头，没想太多，想着老屋总有些小毛病，谁在意呢？我搬进去后的第1周，一切都很正常，我甚至觉得自己走运极了，安静、干净，晚上也没有邻居吵闹。唯一让我觉得诡异的是那面墙，它总让我忍不住多看几眼，就仿佛它不是单纯的一面墙，而是某种东西的封印。但这种想法太扯了，我也只是在心里笑笑自己想太多。直到那个晚上，那天是个礼拜二，我下班回来后整个人累瘫，洗完澡就倒在沙发上，没来得及收衣服，没关灯，也没关电视，就这样迷迷糊糊睡住了。我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，梦里我站在自己的客厅中央，所有的家具都不见了，房间空荡荡的，只剩下一面墙，就是那面被我刻意避开，不敢贴太近的墙。那墙上有个人影正站着，脸贴着墙壁，不是站在我面前，而是嵌在墙里面，就仿佛墙是透明的。他从墙里看着我，嘴角勾着一个诡异的笑。我在梦里大叫，可一点声音也发不出来。他慢慢的把手伸出墙外，往我走来。我猛地惊醒，喘着气，全身是汗。电视还开着，画面卡在某个深夜购物频道的主持人脸上，白光闪闪的，让我头痛。我起身想去厨房倒杯水，可当我一转身，眼角扫过客厅的那面墙角时，我愣住了。那里站着一个人，他站得笔直，背对着我，脸朝着墙壁，灯光打在他肩上，他影子拉得长长的，就像我梦里看到的一样。我的呼吸瞬间冻住，我死死盯着那人影，脑子一片空白。不是幻觉，我确定我醒着，那个人影就在那里，一动也不动，仿佛他跟墙壁融合在一起，身体贴得不能再紧。我浑身发冷，连退一步的勇气都没有。我甚至不敢闭眼，我怕我一闭眼，下一次睁开，他会离我更近。我盯着他，甚至可以听到自己的心跳声。可下一秒，他突然转头，我说不清那是不是人类的脸，他没有眼睛，只有2个黑洞。他没有嘴巴，但他的下巴在抽动，仿佛在笑，那个笑容比哭还恐怖。我尖叫出声，跌坐在地，手忙脚乱地拿起手机开手电筒，亮光一扫过去，什么都没有，墙角干干净净，一个人影也没有，地板上甚至连一点灰尘都没。我手一直在抖，手机快掉到地上，直到好几分钟后，我才终于站起来，锁好房门，把整个屋子所有灯都打开。我不敢再关灯了。我一夜未眠，整晚盯着那个角落。第二天我请假，
中午，我去了房东办公室。当我说到昨晚我看到墙角有人站着这句话时，房东愣住了，他脸色明显变了，沉默了好一会才说：“你是第一个看到他的人。”我问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，他叹了一口气，坐下来，像是终于下定决心告诉我一件压了很久的事。10年前，有个租客住在那间房，他刚搬进去没多久，工作不顺，家人又过世。他开始行为怪异，有时候深夜会在墙角站一整晚，脸贴着墙，好像在跟谁说话。然后有一天，他就在那个墙角上吊自杀了。他死的时候，身体还是贴着那面墙，脸朝墙壁，眼睛睁得很大，嘴巴一直抽动，好像在笑。那面墙后来我们有重新粉刷，重做支架，但总有人说半夜经过会感觉有人站在那里。我整个人坐立难安，只问了一句：为什么还要把房子租出去？他只是叹气，苦笑说：你是第一个撑过7天的租客，前面几个不是退租，就是1周内就失联。我没有再多说什么，我当天下午就开始收拾东西。那间公寓我再也没回去过，可有时在某些夜里，我会做回同一个梦。空荡荡的客厅，只有一面墙，墙里站着一个笑着的人影，他越靠越近，嘴巴一张一合，像是在说话，但我听不到他在说什么。也许他说的不是给我听的，也许那墙角一直都住着他。我一直以为门铃摄影机只是防盗用的东西，直到那晚我才知道，它也会拍下你不该看的东西。我住在一个很安静的小社区，靠近森林边缘，这里几乎没什么人口流动，也很少有陌生人出现。那时我刚搬来3个月，一切都很好，邻居友善，社区规矩多，但安全感十足。因为之前在城市里吃过几次被偷快递的亏，我装了一台门铃摄影机。那是一款很热门的型号，有夜视、声音侦测，还能及时推播异常动态到手机上。它总是乖乖工作，直到那个晚上。那天我下班特别晚，开车回家时已经将近凌晨2点，路灯昏暗，气温比平常低很多，空气静得出奇，连虫鸣声都听不到，只有轮胎碾过柏油的声音和我自己心跳的节奏。我回到家后，洗了个澡，坐在沙发上滑手机。那种深夜放空的时刻，是我每天最放松的时候。结果就在我快睡着时，手机叮的一声跳出通知，门铃摄影机检测到异常动态。我本来以为是猫，因为偶尔社区有流浪猫会经过，但打开画面的那一刻，我的心瞬间停了半拍。画面里，我的门口站着一个女人，她穿着白色长裙，脚没穿鞋，头发凌乱地垂在脸前，看不清面容。她双手垂在身侧，整个人站得异常笔直，一动不动，仿佛她不是站在门外，而是从什么地方被放到那里的。我盯着画面看了几秒，试着拉近画面解析度，那女人依旧站在那里，一丝不动。时间显示是凌晨2点13分，我感觉背脊发凉，便开启了门铃的扩音功能，对她说话：你好，请问你找谁？她没有反应，然后她慢慢地抬起了头，那是一张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脸，不是因为有多可怕，而是那表情完全不对。她的眼睛大得异常，黑白分明，像是全黑的玻璃球，嘴角扯出一个极度僵硬的笑容，嘴唇裂得老高，几乎要裂到耳边。那笑容不是愉悦，也不是疯狂，而是一种像是模仿人类的微笑，却模仿得极度诡异的表情。我立刻关掉画面，起身冲去门边，但当我轻轻掀起猫眼查看时，门外什么都没有，完全空无一人。我立刻打开手机，再看一次门铃录影，画面居然断了。从他抬头那一刻开始，影像出现雪花闪烁的干扰，最后整个变黑。我一夜没睡，开着所有灯，手里握着一根球棒，守在沙发上，直到天亮，我才昏昏沉沉睡去。
第二天下午，我决定报警。警察来了2位，一位帮我检查门铃系统，一位在附近搜寻有无可疑人。他们的态度很专业，但从头到尾都露出一种这可能是你想太多的眼神。但我不是幻觉，因为当我打开门准备送警察出去时，我看到门外的地板上放着一张照片。那是一张泛黄的旧相片，边缘破损，上面是一家4口的合照。我当场愣住，因为照片里那个小男孩是我。我记得这张照片应该是在我8岁时拍的，全家一起去山里露营。但这张照片只有1张，印出来后就收进了妈妈的旧相簿里，从未外流，也没扫描过。警察看了照片也皱起眉，他问我：你确定没给过别人这张照片？我说我确定，这根本从没离开过家。当晚我翻箱倒柜去找那张原本的相片，结果相簿里的位置是空的。这意味着什么？难道是有人潜入过我的老家，拿了照片来这里吓我？还是……我不敢往下想。从那天开始，我晚上都不敢关灯，也不敢再用门铃摄影机。但最诡异的事还没结束。1周后，我接到门铃 App 的通知，这次画面时间是凌晨3点12分。我原本不想点开，但手指几乎自己按了下去，画面一片黑。但过了几秒，有个东西闪了一下，我拉高亮度，把画面定格在第3秒。那一瞬间，能看到玻璃门上印着一张脸，就是那个女人的脸，但她不在门外，那脸是从里面照出去的，像是她一直都在我屋里。你相信都市传说吗？我以前是不信的，直到我自己亲身体验了那个不该存在的楼层。那时我还是大学生，某次暑假，我跟几个朋友住进学校附近一栋老旧的大楼。那大楼原本是医疗研究机构，后来被改成宿舍，用来租给外地学生。外观很破，墙上有许多青苔，电线像肠子一样垂挂在外墙。最诡异的是，整栋楼明明有10层，电梯按钮上却少了1层，没有9。你没听错，电梯的楼层标识是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10。当时我们开玩笑说，可能是因为9谐音9对华人来说不吉利，但这里是台湾，不是香港，这种说法讲不通。直到某天晚上，我们在网上看到一则来自韩国的电梯仪式，只要依序按下特定楼层组合，就能抵达另一个维度，进入第9层，一个永远没人住，但有人等待你的地方。我跟另外2个死党浩宇和阿奇决定挑战看看。时间是晚上11点59分，我们选在1楼电梯口等着，手上拿着纸条，上面写着那个楼层顺序：4262551。这个组合在论坛上被称为通往第9层的密码。电梯门打开时，里面没人，空空荡荡，却吹出一阵凉风，让人下意识打了个冷颤。我们互看一眼，谁都没说话。进去后，我照着顺序一层一层按。最初没什么异状，电梯照常停在每一层。打开门时，也只是看到昏黄走廊、关起的铁门和楼道上的老旧感应灯微微闪烁。但当最后一次我按下1之后，电梯开始往下滑时，我明明感觉到它经过了不止1层楼，就仿佛电梯穿过了一个不存在的空间。然后它停了。门打开的那一瞬间，3个人同时愣住。外面不是1楼，也不是地下室，那是一条完全看不见尽头的走廊。墙壁泛着淡淡的灰色，像是潮湿的水泥。天花板没灯，只有左右墙上间歇闪烁的红色小灯泡。地面像是旧医院的白瓷砖，一直延伸到远处的黑暗。整条走廊静得诡异，连我们呼吸声都听得清清楚楚。我们该不该走出去？阿奇小声问。我正想开口时，浩宇突然伸手挡住我们，低声说了一句：“你们有听到吗？”我侧耳一听，果然，那是一段轻柔的女人声从走廊深处传来。她在唱歌，听不清楚歌词，
但旋律缓慢，哀伤像是催眠，又像是某种召唤。上楼，上楼，快按1楼！我突然脑袋里只剩下这句话。理智告诉我，我们不该踏出那一步。但就在我转身准备关门时，走廊里出现了一道人影，很细，很长，影子不是从人身上落下的，而是从天花板上挂下来的，就仿佛有什么东西倒吊着头，正在往我们这里爬。我整个人都僵住了，连按钮的力气都快没了。我不确定是谁先尖叫的，我只记得我用尽全力狂按关门键。门慢慢合起来时，那个影子突然停住，像是看见了我们，也像是在犹豫什么。门合上的一瞬间，我看到了一双眼睛贴在门缝上，毫无表情，像2块黑色玻璃珠，盯着我看。电梯终于动了，缓缓地开始下降。我们3个人谁都没说话，连呼吸都变得小心翼翼，仿佛怕惊动什么。但最诡异的是，当电梯门打开后，外面确实是我们熟悉的1楼，但所有灯光都变了。原本是暖白灯，现在变成了淡绿色的日光灯。原本门口的招牌变成了我们从来没见过的 XXX 医疗实验所，连玻璃门上也印着一排奇怪的字体，不是中文，也不是任何我能理解的语言。我们冲出去，狂奔到楼下的超商，但那超商没人，灯却亮着。打开手机一看，时间是0点，但我们明明在电梯里超过5分钟。我想测试这世界是不是真的错了。我拨了妈妈的电话，拨得通，但传来的声音是嘶嘶杂讯，之后传出一段完全陌生的声音，用一种我听不懂的语言低声说话，然后挂断。那瞬间，我的手开始发抖。我们3个再一次冲进电梯，胡乱按下所有楼层。这一次，电梯像是惊醒了一样，迅速关门，升上10楼，又落回1楼。再次打开门时，我们看到的是熟悉的楼层，熟悉的招牌，熟悉的便利商店与人生。世界回来了。但自从那天起，我和浩宇、阿奇3人约好永远不再搭那栋大楼的电梯。不是因为我们怕，而是因为自从那晚后，我们每个人都在梦里看见过那条走廊。梦里的尽头有一个女人坐在地上，低声唱着歌，而我在梦里总是走得越来越近。喜欢这几则故事的话，记得订阅鬼影档案馆，点赞，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接下来的每一个恐怖小故事哦。鬼影档案馆，我们下次见。